男人将一锭元宝丢入汤中，不料下一秒碗里竟冒起了白沫。纪晓岚瞬间吓傻了，他没想到和珅竟要置自己于死地。为了将牢头引走，纪晓岚故意表示自己刚刚瞧见一个陌生人进来了，并让牢头赶紧去看看。牢头一听果然中计了，立马趴在门上往外看。纪晓岚则是趁机将鸡汤倒在地上，等对方回头之时，纪晓岚又假装已经喝下了药汤，还夸赞这鸡汤的味道真是鲜美，这让牢头异常激动，当即表示以后每天都给您端上一碗。离开时，纪晓岚又故意试探他：“你也喝一碗？”“哎呦，这是特意给您做的，我哪有那口的福？”纪晓岚担心烧鸡也被下了药，只能苦兮兮地啃起馒头。而齐苏图得知纪晓岚喝下鸡汤后，便开始疯狂大笑，还叮嘱牢头以后每顿饭都给他喂一包药，并吃一只鸡，只要一发了病就立马告诉我。等牢头来收拾餐具时，发现鸡汤还剩下一大半，急忙询问为什么没喝光啊，可是却被纪晓岚给糊弄了过去。这汤可烧心啊！赶紧给我上茶。幸亏这茶水里没下药，否则纪晓岚可真要死在这大牢里了。而乾隆此时还在跟爱妃卿卿我我呢，银妃也趁机恳请乾隆严查其家暴事一案，还说如果确有贪污受贿之事，自己定当带头大义灭亲。乾隆对此深感欣慰，也就不再怀疑此事。随后在朝堂上就重申了对齐家的信任，让大臣们以后不要再捕风捉影。连纪晓岚几天没上朝都没有察觉。下了朝，和珅还特意询问纪晓岚最近的情况。那个馒头馅怎么样啊？纪晓岚老纪怎么样？哎，您调了5味粉，快出味了。很快3天就过去了，纪晓岚又假装喝下药汤后开始装睡，刚好无意间偷听到了官差的谈话。你见天给他炖鸡吃，我吃一只都不成，他是你爹呀！牢头表示他比我爹还要亲纳，还将那只鸡的药效悄悄告诉了对方。什么？这药吃完你他就疯？我怎么没见他疯啊？牢头担心被纪晓岚听到，还特意前来查看，见对方真的睡着了，这才放心离去。而老纪则是立马将银子全都拿出来，开始数起了黑色的数量，见干净的银子没几块了，纪晓岚知道这样下去可不行。看来我要是不疯，这一会儿半会儿还出不去。为了不被他们毒疯，纪晓岚便开始疯狂大笑。牢头见状急忙上前查看，纪晓岚则是对着他装疯卖傻。那我会唱曲儿，哎，那你就唱曲儿，我不唱。那你唱什么？我唱戏。嘿，你到底唱什么？你唱啊！牢头为了确认病情，非要纪晓岚唱曲给他听。红毛的丫头她去赶集呀，哎呀！眼见纪晓岚一直胡言乱语，牢头不禁感叹这要真灵验。好好的一个人，一眨眼的功夫就傻了。随后他就急忙赶去报信。齐苏图听后是高兴坏了，为了奖励牢头，齐苏图特意询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。有我娘，有我媳妇儿，我还有7个儿子。牢头对此非常奇怪，而齐苏图询问这个，自然是要给他送终。随后一挥手就命下人将牢头拖了出去。与此同时，小月见纪晓岚3天都没有回家，急忙用武力闯进了和府，想让和胖子派人去寻找老纪。丢了3天了才来找我，早干嘛了？小月威胁和胖子说，如果再找不着老纪，自己可要去面见皇上了。这事别惊动皇上，着什么急呀？我来想办法。和珅这时突然询问纪晓岚出门时带钱了没有，小月说是带了一个大元宝。和珅闻言立马表示事情就坏在这儿，还故意询问该找的地方都找了吗？就是你喜欢去的那些地方啊。我们家先生才不会去呢。就在这时，刘全突然在外面招呼，和珅担心有什么急事，当即过去询问。老爷，馒头馅变味儿。得知纪晓岚出事后，和珅觉得比中了500万大奖还要高兴，可转过头来他就立马收起了笑脸，还让小月自己慢慢找吧。如果你想见皇上，我也不再拦着你了。人都丢了3天了，你才来找我。本来该我管的事，现在我也管不了了。咱把丑话说在前边，这个事儿万一有个3长2短，可别把责任往我身上推。小月被赶出和府后，只好坐在路边的茶摊上生闷气。这时突然被人用扇子一拍，小月愤怒的一把将他拨开。见来人是乾隆，小月当即哭着往哥哥怀里钻。乾隆哄了好长时间才将小月哄好。他本以为是老纪欺负他妹妹了，可是却意外得知纪晓岚已经失踪3天了。何大人知道吗？我今天早上去找他的时候，他阴阳怪气的，不知道他是不是早就知道了。小月告诉皇上，自己把全京城都翻遍了也没找到老纪，现在就差牢里没去了。乾隆觉得这里面大有名堂，于是立马派人跟踪和珅，没想到对方竟然在戏园子里看戏，而齐苏图还在一直担心那剩下的2块元宝，可和珅却开始得意忘形起来。馒头馅儿都变了味儿啦，有几个元宝在外边飘着，有什么呀？等和珅听完戏后，乾隆就故意出现在他的必经之路上。和珅发现了熟悉的背影后，立马将下人们全部赶走，随后就屁颠屁颠的跑去伺候乾隆。2人来到茶楼后，乾隆又特意装作碰见小月，还表示自己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竟碰见熟人了。3人酒足饭饱后，乾隆就询问等会去哪玩。小月这时提议去牢里看看，乾隆当即和他打起配合。朕活这么大年纪没进过那牢，和二你得带我们上牢里瞧瞧去吧。和珅觉得乾隆是在开玩笑，堂堂95之尊怎么能进那种地方呢？一定得去，还不能普普通通的去啊！得正正经经的让人给逮进去。乾隆还特意要求3人分头去，要是谁先被关进大牢就重重有赏。随后和珅就独自走在大马路上，心想乾隆肯定是知道了纪晓岚在牢房里，现在只有抢在他们前头进入大牢才能早做安排。可是究竟该怎么进去，他一时间也毫无头绪。就在这时，迎面走来2个官差，和珅立马激动地冲了过去。